在前方可以看到有一座巨大的封土堆，这也是一座陵墓，但是它这座陵墓非常特殊。为什么我们会说它特殊？因为我们经常说古代皇帝死后的安葬地叫做陵，诸侯的安葬地是叫做冢，士大夫安葬的地是叫做墓，老百姓安葬的地方是叫坟。这座陵是叫做汉云陵，他这个墓主人也是没有当过皇帝，但是又可以称为陵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来介绍一下，看看。我们来先简单介绍一下墓主人，他这个墓是在陕西省淳化市，他是谁？他老公就是汉武帝，他儿子是汉昭帝，他就是钩弋夫人，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大家非常熟悉，也听过他很多的故事。他这个封土堆离汉武帝的茂陵大概有70公里。正常来讲，他是要跟汉武帝合葬的，为什么没有合葬？我们来说一说他的故事，其实也挺悲惨的。整个这个封土堆非常巨大，感觉比他儿子的汉昭帝的封土堆还大。东西长166米，南北宽154米，高约20米。当时的时候，墓四周有阙门。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封土堆是不是很大？这么巨大的封土堆，证明这个陵墓里面有很多随葬品，这个也被盗过。但是这个1000多余件文物被追回，其中西汉的鎏金编钟世间罕见的，也是国家一级文物。钩弋夫人的故事也很传奇。当时汉武帝在河北巡查的时候，有个望气者跟汉武帝说这里有奇女，汉武帝马上派人寻找，果然找了一个女子过来。当时说这个女子双手是握拳的，以来有11年一直打不开，然后汉武帝轻轻一扳就能打开。发现里面有个玉钩，汉武帝很兴奋，就把它带回皇宫。当时打开手上有一个玉钩，所以带回宫被称为全夫人。这个就是他入宫的故事，后面生下刘弗陵，这样来的。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是提前安排好的，这个就无从考证了。他是姓赵，后面又册封婕妤夫人，这么由来的。我们熟知一个事件，就是汉武帝晚年发生了一个巫蛊之祸，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都去世了。那汉武帝要重新寻找帝国的继承人，汉武帝由于选择性不大，只能选择刘弗陵。但是汉武帝担心刘弗陵这么小，而钩弋夫人这么年轻，如果刘弗陵当上皇帝之后，会受到钩弋夫人的管制。因为汉武帝在年轻的时候也受到过同样的教训，还有汉朝有吕后专政的教训。所以汉武帝为了江山社稷，决定钩弋夫人必须死，最后赐其自尽，就我们常说的让他自杀。这个在史记上记载，有时说为防女主乱政，故而将其赐死。这个我们看汉武大帝也有详细的介绍。钩弋夫人死后2年，刘弗陵继承帝位，史称汉昭帝。他当上皇帝，古代有这样的说法，要追封父母嘛。他父亲不用追封，本来就是皇帝，所以他要追封他的母亲，尊称他为皇太后。当然当时还是霍光主持的，身份提高了，那么陵墓的规制也自然提高了。后面派出2万人重新修建这个陵墓，因为当时他死的时候是在云阳宫，所以称为云阳陵，后面慢慢称为云陵。既然有这么多人修建，所以它的面积非常大，陵园的东西长337米，南北长283米，四面都有阙门，并且呢，在遗址附近有大量的汉代建筑遗物。这里当时有一件文物叫鎏金编钟，在南昌的海昏侯墓也出现过，这是在汉代只有高级贵族才用的陪葬品，再次说明了钩弋夫人的身份高贵。在汉朝我们知道大部分陵墓都有陵役，他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后面汉昭帝迁徙3000户，就是我们说的土豪来这里陪伴钩弋夫人，这里变成一个陵役，就变成一个县城一样的，所以当时这个地方非常豪华。有陵役，那建筑也很豪华，在这里很多建筑遗址可以发现有长乐未央的文字瓦当，这也是国宝，国家的文物。相对来讲，钩弋夫人确实也挺悲惨的，命运不是自己掌控，年纪轻轻就去世了。尽管他儿子当上皇帝，但是他儿子的生命也不长，汉昭帝也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。他这里离甘泉宫也就大概10公里，是被汉武帝下令赐禁的，所以他也没有资格进行合葬。我们常说汉武帝的茂陵是没有皇后合葬的。这2个山丘不是封土堆啊，是当地老百姓常说的望母台，就是汉昭帝长大之后经常在这里遥望10公里的云陵，就是他母亲的陵墓，就怀念他母亲。
其实怎么说呢，两个人都是英年早逝，都是非常可惜。这个地方属于甘泉宫遗址，同时秦直道的起点也在附近，